它并不是一个为了讨好发烧友而设计的产品，它没有自研创新电路架构，但是该有的功能它都是有的，但也就仅仅止步于此。当然，这也并不代表它不好用，只是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个京东金兆30瓦的小电包移动电源，我们这一期视频对它做详细的拆解。前面测试视频在咱们主页，我把它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看的可以直接点进去看一下。这个测试数据还是很不错的啊。内部电芯和内部电路构造怎么样？我们这期视频拆了就知道了。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来！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咱们话不多说啊，直接来开始拆它。充电宝内部有锂电池，拆解有风险，大家不要模仿我们做车拆的博主，一旦伤到里面的电池的话，有可能会发生火灾啊，大家自己要注意一点。我们直接来撬它。直接把外壳掰开，内部这是一张石墨烯的复合导热贴，这里还有导热硅脂贴啊，内部还有白色的导热硅胶。主板的话直接横在这充电宝的侧边卡进去的，我们直接可以把它挑出来。加厚的散热硅脂贴，这个自带线通过排插插到这个主板上面。电池的负极线、电池的正极线用的是硅胶线，蓝色的为电压采集线。我们用撬棒直接把这个电池撬出来。底部同样有一张复合石墨导热贴，这个充电宝散热就靠这两个啊。电池没有框架固定，直接靠这个石墨的散热贴贴在这个壳体上。NTC 热敏电阻用来采集电芯的温度，电芯的焊接处有热缩管包住进行保护，这一边也是一样的。电芯取下来，主板上面这里还有一个泡棉贴在这个电杆上面。这一块黑色的塑料是遮光的，这里面是 LED， 这上面是双排窗口，但是 LED 灯的话只有一排啊。主板的背面还贴有一张轻科纸，把这个取下来过后，整个板子的电路就清晰明了了。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，我们后面再来介绍。这款金兆33瓦自带线充电宝拆开了，说实话，它并不是一个为了讨好发烧友而设计的产品，它没有自研创新电路架构，但是该有的功能它都是有的，但也就仅仅止步于此。当然，这也并不代表它不好用，只是你如果是工程师，是数码极客，是 DIY 玩家，它内部可能不会让你眼前一亮。那么这类公版加品牌的产品到底是如何构成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每一个芯片、每一个元器件背后都有怎样的厂商和定位。这个金兆自带线充电宝采用的是2节2170的锂电池，单节容量为5000毫安时。这个电芯来自长虹3节新能源出品，公司成立于2015年，隶属于长虹集团，专注锂电池的研发。这颗电芯的可靠性和一致性表现不错，是同类电芯里面的一颗后起之秀啊。电池保护芯片型号是411FAA， 可能是使用了国产无标通用型，厂家未知。配合一颗来自江苏长金科技双 NMOS 开关管作为电池保护开关管使用，型号为 JDS2002， 用于实现过充、过放、过流等基本的保护功能。江苏长金成立于2018年，专业从事半导体研发和销售。接下来看核心控制部分，主控芯片采用的是智荣科技的 SW6308S。智荣科技成立于2014年，已成为国产快充协议芯片的代表品牌之一。这是一颗高集成度的升降压主控芯片，支持多种快充协议，包括 UFCS 和 WORK 协议。内部集成了升压、降压、电池管理、协议识别、电流检测等模块，属于典型的公版方案用料。
升降压架构为同步半桥拓扑，主功率管采用了2颗深圳爱德曼半导体的 AD40N55D3 NMOS 开关管搭建，功率管性价比比较高，官网没有这颗管子的资料。爱德曼2018年成立，专业从事半导体功率器件的设计、研发、销售。配合升降压的磁性元件是一颗427的合金电感，升降压电路两端各配置一颗固态电容，一颗是来自台湾裕邦的100威法16伏固态。台湾裕邦2005年成立，台系电容的代表品牌之一。另一颗来自上海永明，规格是100威法25伏。永明电子2004年成立，国产高质量电容品牌之一。2颗电容搭配起来进行输入输出，电压平滑。这一个板子上面也就这2颗电容的质量还可以啊，符合成本优化的方案。电流采样部分，两端都是使用了 R005 的贴片电阻进行采样，用于芯片内部进行电流监测与过流保护判断。充电口输出的配置，这款产品具有3个输出端口，一个是自带线口，一个 Type-C 口，还有一个 USB-A 口。3个充电口使用的 NMOS 开关管型号都是一样的，为深圳爱德曼半导体的 AD30N54D3， 确保各路快充的独立控制与保护响应。这个管子一样是没有资料的。C 口的 LC 滤波电路，自带线口的 LC 滤波电路， A 口的 LC 滤波电路，3个充电口都配置了同样的滤波电路，用于削弱快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高频干扰和波动，体现了对输出质量的一个基本保障。Type-C 口内部舌片为黑色，做工还过得去啊，壳体是用的不锈钢的材质。A 口的舌片为橙色，采用的是铁质的啊。充电宝壳体内有 PC 加 ABS 阻燃材料的标识。这个上盖上面一样的有阻燃材料的标识。好了，看到这里，我还是最后来总结一下，这一款京兆33瓦的自带线充电宝的本质已经很清楚了。这是一款以公版方案为核心，围绕着高性价比器件快速打包出货的产品，电路成熟稳定，做工不差，支持主流的快充协议，用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，没有创新的架构，没有独立的调教，用词直白点说，它就是一个工业拼图产品。我拆解可以拆出它的元器件组合，却很难找到它的灵魂。当然，站在普通用户的角度，这种方案是合理的、稳定、便宜、好用，有品牌背书。但是对于极客玩家来说，它内部架构大概就是3个字，就这啊。所以，如果你需要一块不贵、能快充、品牌靠得住的移动电源，那么它可以闭眼买。但如果你是一个追求电路设计、架构美学和技术细节的玩家，那它可能不是你会收藏的那一款。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